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啊，是关于比较深入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有一个动力跟能量，去看你未来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是啊，什么是你现在隐形的支撑？即便你现在觉得孤立无援、单独一人，但是这个支撑其实一直都在，这就是你的底蕴啊。如果你能够看到它，我觉得你的生命就会更多的活力跟热情了，甚至更有勇气走下去。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题目占卜的一个目的哦。首先来看看你们选到的这一个主牌哦，这个主牌非常可爱，是一个小男生，他在修理他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他很认真。旁边有一只狗看着他，也非常忠诚的看着他的小主人哦，陪伴着他。你看这个小男生的背后好多工具啊，很多东西支持着。这个是什么？我觉得是技术跟技能。你们一定有某些很专业的东西哦，在支持你们。这是我们从这张牌看到的隐形的支撑啊。而且你们很在乎所谓的时间性，这边还有一个什么日期嘛，像月历一样的东西。你们非常在乎所谓的进度的掌控，什么时候该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了，我们应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果，你都会把控。你希望你的 schedule 是在你的操控里面、操作里面，甚至是控制里面。就像这男生啊，小男生很认真的修理他的东西哦，这代表的是一种决心哦，一种毅力哦。但是他的下面的关键字，他写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坚定决心，但不要期望。这表示啊，你内心有一股虽然知道结果未必理想，但依旧选择坚持的这个力量了。这种决心不是出于控制，而是出于一种我愿意为自己走下去的态度。它让你在失落的时候啊，依然保持行动。这是怎么样？你们对所有的东西都悲观，你们甚至是悲观的一群人，但是你们对未来又保持着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品质，但是非常好。你不会过度乐观、过度悲观，你属于比较混合的、比较平衡的一群人。我觉得这张主牌一定在你们的现在的一个隐形的能力底下，我觉得能力是非常大的。再来看看其他第二张的牌是，这是一个小男生，比较贫困一点。这小男生虽然贫困哦，你可以看到非常有毅力哦，非常的坚定，跟这个小男生一样。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所谓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小螺丝钉，或者是说一个渺小的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不会把自己看到的多么高大上。就像这个小男生，他即便他的环境非常的困顿，非常的疲乏，但是他很坚定往前走，他甚至非常的有毅力的。还有他的所谓的决心的眼神都表现在这样的图像上。我觉得这非常有勇气哦，非常好的一张牌啊。他的贫困中带着坚毅，这贫困不是代表你绝对是在很穷或者很糟糕的状况，是可能环境资源条件没有那么充足或者那么支持你的情况。但是跟这一张牌主牌一样，不影响，不会去让它变成你阻碍你前进的一个东西。这个贫困啊，这种匮乏不足啊，其实啊，塑造了你的韧性。当环境啊消减掉多余的一个依靠的时候啊，其实你被迫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必需品，甚至是什么才是真正对你有利益、有好处的人。也因此啊，你培养出简单却强大的承受力。这种经历反而成了你隐藏的底气啊，我觉得非常的棒。这男孩的坚毅跟这个小男生的耐心是非常相辅相成，所以你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不会去看待你现在生活的任何的难关，你更多的是说跨过去。如果你有这样的品质、这样的精神，这就是你的底蕴了，你隐形的支撑，而且我觉得很强大。再来很奇妙的这些张牌，
它的关键字是苦乐参半。所以啊，你们就是那种所谓的痛苦跟欢乐啊，是结伴而行的哦。你们是属于那种把所有的开心还建立在痛苦上的人，等于说你很多时候都是用最悲观的方式去看待东西，这有什么好处？再坏也不过那样，而且我搞不好都想过了，不影响，不影响我去前进，我的梦想一样是美好的。是不是？你们是非常冲突的一个人，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对生命看法的品质，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苦乐参半啊，你有能力啊，在喜悦啊跟痛苦中找到平衡。就像刚才说，对你而言啊，这个生命不单纯是甜美的，但是也不会是永远的苦难，而是一种交织啊、交融的过程。所谓的祸福相依啊，能同时容纳苦跟乐。这啊，让你在跌倒时啊，不至于绝望；然后在快乐时啊，你能够保持谦卑，多好！所以你们的品质，哇，我觉得很好，这种品质太棒了。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悲观，但是我觉得悲观，你们是建立在未来的希望上，有何不可？不要表示我把事情先最坏的、最糟糕的都想透彻了，我反而更有能力、更有底气去承受，对，多好！所以我才说好在这里。第3张梦想，这张我觉得也不错。这张牌也是前几集有出现过。其实这张牌还蛮多张，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大家能量总是会抽到其中几张常常出现，这张就是其中梦想。这美丽的女孩，她可能在做美丽的梦，因为非常的缤纷啊，她的梦境。然后他躺在一个床上也非常的安稳，唯独有一条蛇缠绕着他，从脚上缠绕，倒不是缠绕他的全身。所以啊，你们是一个不会让自己的欲望啊去困住你自己的人，你不会让自己陷入在那种被欲望捆绑的状态。你知道欲望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是很恐怖的，你们甚至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没有欲望是不行的，就等于说对人生没有期望，所以宁愿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哦。你不会离他太远，但是你也不会离他太近，所以你们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们是一个真的很平衡的人，即使在做梦也做得很平衡。蛇可以干扰你，只能干扰一半，不能干扰你全部。所以啊，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啊，最终啊，支持着你的啊，是那个你心里不愿意放掉的梦啊。它是一个，应该说，它是一个目标，即便它很遥远啊，甚至让你觉得不切实际啊，但它和你的北极星啊差不多的意义啊，它可以指引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甚至提醒你啊，你现在的磨难啊跟坚持啊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们的主牌的给的能量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所以我们来看看细节，用我们的塔罗深度了解一下你们的隐形的支撑是怎么样的一个。这太多了，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宝宝隐形的支撑。出来第一张权杖的5号牌，大家拿着棍棒，其实他不是在打架，也不是在争斗，甚至也不是在做一个所谓的攻击，他更多的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有各自想要维护的东西，但是我们大家都说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平衡，必须要做一个处理，一些争取，甚至是一些平衡。是一个强制的平衡，所以这需要勇气去做。有的人就不敢了，不敢替自己争取权利，或者是不敢为自己的一个利益寻求好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消减你自己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初步啊，在你们的这个所谓的隐形的一个支撑里面，最起码在你们这样子一个坚持底下，坚持去完成某些梦想、某些成果的时候，不管是任何的关系或者任何的人事物，你们其实都还蛮有勇气的一群人。我们一直说你们这个像这个小弟弟一样，非常有决心，你们一直有一种决心在这边。这2个都好有决心，很发狠的表情，那个眼神非常
炯炯有神，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对我的目标我非常努力，我非常勇敢的去争取。你不怕害怕困难啊？果然，你看这两个是不是类似哦？勇气这边快还是快速的？这个是一个宝剑的骑士啊，宝剑的骑士要求的都是快速直达问题的轴心。拿着一个宝剑，骑着白马就往前去。白马哦，你看，所以我说你们看似悲观啊，但是你们的未来梦想是乐观，你对未来是保持的高度的信心，就像这只白马一样，是白色，是纯洁的，是至高荣誉的。你会为了那样的一个感觉去争取，去厘清，去发表自己的感觉，去做一个更完善的交流。所以在一个不管你现在在处理的任何人事物上，你们一旦保持这样的清晰度啊，我相信很多时候东西就会越变越明，越来越清楚，就像这只白马一样，很清澈，向前跑，越来越清楚。所以这就是你们的底蕴，你们的支持的力量。再来，宝剑的9号牌，宝剑9号是代表的比较多的思虑，然后比较困顿、困苦。所以啊，这边还是说到了，你们在一个思想上，你们还是属于那一种自动忧郁型的人。我说自动忧郁型是外表看起来你们其实不忧郁，我觉得搞不好在别人看来你们还非常的乐观，非常的开朗。但是殊不知啊，你们的内心啊，抱持对所有事情的，我们刚才说的绝对结果的所谓的悲观想法，你都把什么事情都想到最糟的这个状态。可是你们这样的一个宝剑的9号，在我们第一组的宝宝现在呈现呢，我觉得反而不是不好的。你们这种忧虑啊，虽然会影响你们某些时候的睡眠，就像这个女孩在睡觉睡不着，在想。可是这样子的也是一种所谓的心理品质的打造。我就是一直把一个事情想到一个细节，然后这个细节甚至是比较糟糕的、比较不接受到资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去思考它，我去想这种困顿，我甚至去习惯这种困顿。这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男生，即便在没有一个资源、没有一个支持的环境底下，我反而越挫越勇，我反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没有资源，或者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帮助，我反而去找，我会自动去找，因为我想透彻，我不会让这样的东西影响我。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所谓9号宝剑，反而在你们这一组，我觉得不是在太糟糕，去想 OK。但是你们不至于被困住，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们知道你们的限度在哪，不会过度沉迷在这样子的所谓的困顿里面。你看看，就是说你在这样子的痛苦里面啊，你还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缝隙去找到微小的快乐。我觉得你们就是有这种能力，这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思考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就即便看得很糟，看得很差，看得完全没有希望，即便你都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到这个最低最悲观的一个状态底下，但是你们还可以找到那种缝隙里面的些微的值得开心，就是刚才说的苦乐参半的意义在里面。你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说你们很特别。再来圣杯2号有没有喜乐参半？在我们的圣杯2底下，圣杯2是小恋人牌啊。如果在一个情感底下，就是代表的一个心意的相通哦，心意的交流哦，心意的互相的递送、承接。我愿意给，也愿意收，大家是互相的。不管怎样的关系，怎样的一个人，你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算和乐的一个行为。而这样的和乐行为，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因为其实你们我觉得就是想的太差了大不了就这样，差还差不过如此。所以一旦有好的，你们反而会很珍惜。
你们对方甚至也会很珍惜。我觉得哇塞，原来跟你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跟你很好。其实我觉得是你刻意营造的，因为你的内心绝对比你外表还要来得阴暗。但是别人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缔造出来的样子啊，更多的是说我会呈现我比较美好，甚至我比较正向的一面，不会让觉得别人或者你的关系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这是两个圣杯在这里的意义哦。苦乐参半，我觉得这边你乐都给别人啊，苦都给自己，比较多是这样。但是这种很好啊，不要给别人一种所谓好像被你的情绪影响，或者被你迁怒这种感觉。就一旦你如果是属于情绪不佳的状况，你不会这样去对待别人。所以这个圣杯2，我觉得又显示你们其实一个很好的内心的坚强的品质，在你们这样的锻造之后，晚上自己想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细缝中的美好，很特别，我觉得。再来，圣杯的6号牌，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圣杯6，你看是一个所谓的公平的给予啊。圣杯很多都是6号是代表和谐嘛，然后圣杯的6更多的是互相的交融，互相的给予是很公平的，跟你的圣杯21是一样，它几乎是进阶版。它的进阶在于说，它有更多的时间的历程，所以你们过去的记忆啊，或者过去相处的时间啊，你们有累积了很多。然后这种累积啊，会带领你们走向更和乐、更舒服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所谓的记忆点、甜蜜点。那个甜蜜点一旦被挖掘出来，很容易就回到。即便有时候对某些事情、某些东西，你们会突然掉到一个谷底，但是你们会重新找回那个当初愉快，或当初去打拼，或当初去认真的那种所谓的很幸福的感觉，或者觉得很充实的感觉，然后重新找回到那个点，刚才说的甜蜜点，所以你们就很容易啊，在情绪上得到平衡。所谓6个圣杯的这种情绪的柔和的给予跟接受是很平均的，所以我才说你们啊，跟你们的关系人，跟你们相处的对象，都在这样子的一个柔情的流动里面啊，顺和的流动里面，所以关系其实是 OK 的，不会太糟。但你们本身，我觉得可以再乐观一点，这是我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你们乐观可以稍微的让自己也感受到，不是只是给别人，这种乐观也可以给自己。底牌是宝剑的4号牌，宝剑4号有休息的意思哦，身心灵的休息。所以宇宙要说什么？你这样隐性的一个支持啊、支撑里面，记得给自己休息一下，不要只是给别人，或者是说就是把悲伤跟痛苦留给自己，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常常去对待自己。我觉得你们可以对自己再更好一点。不知道你们可以理解吗？这个宝剑4更多的也有那种身心灵的修养，不只是这样像这个女人躺在床上休息，它代表的也是一种心灵上的休息，你的思考的休息。这个剑就把它挂在墙壁上吧，不要让那个剑去刺在你身上。其实你看它没有刺上，就只是摆在一个墙上提醒你就好。你让这个东西提醒你，但是你不用过度的去放大，甚至去把一个东西就一定要往谷里推完之后，你觉得就安心了，反正最差就这样，你已经想过了，好像把东西做了最坏的打算之后，就以为这样子你就觉得心情会比较愉快。可是有时候就变成过度的悲观，过度的去把事情想到坏的地方去，说那个能量其实会久了会变习惯，然后就牵制你。你以为你不会被这条蛇全部缠住，但有时候你只要一失控，或者一个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被那些阴暗面给淹没掉。那些阴暗面就变成其实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因为你之前都想了很多了，都把这些阴暗力量都储藏在你自己内心，甚至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一旦时间出来了，它就会爆发。所以很多时候啊，去承受很好，你有这样的毅力跟韧性很好，就像是小弟弟一样，刚才说，有这种苦乐参半，觉得世间的一切啊都有所谓的祸福相依，有这样子的理解也很好，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感觉啊放在心里，或者是说一个悲观的预设。
你们很容易预设事情的悲观度，这是从我们现在的1号宝宝看到的能量。你们虽然在外面就是外表上给人家看到都是似乎可能很反向，就是你可能是比较活力的，比较有目标的，比较有冲刺的一群人的。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往往是那种最最最最孤独的那种感觉的那种人，就回到某一种阴暗面。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第一组宝宝你在隐形的这个力量里面的小小的提醒。你的力量很强大，没有错，可以让你反败为胜，甚至去朝自己光明的梦想前进。但是要记住拿捏，不要让这样子的黑暗或这样子的悲观去笼罩自己。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我们一直说，就是让你的能量能够活化，在这里做一个所谓的显化的过程，把它写下来。 OK， 好了，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一样祝福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Hello， 欢迎第二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主题，是关于什么是你隐形的支撑。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呢？就是我觉得希望给大家一些未来的希望，知道你自己的能力有什么东西在默默的支持着你，然后让你知道感受到它，你就更有活力，更有热情，甚至更有勇气的去往前走，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的目的哦。所以来看看你们首先选到的第一张主牌，这张在显示什么？你们抽到的是这上面说的关键字。我们寻找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靠近，就像这个小朋友在玩躲猫猫。他的伙伴可能在这里，他在找他嘛，搞不好很快就找到，所以没有你想的这么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底蕴，我们第二组伙伴们，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很好，我总觉得很接近，有个接近的感觉。这张卡我觉得在提示着你其实你一直渴望说去追求支持，那追求的东西不在远方，而隐藏在你身边的某些人事物里。它可能是你忽略的资源或者是习惯，甚至是一个长期陪伴但你却没有意识到的重要力量。重要，真的很重要。你的支持我觉得不是遥不可及的，就像刚才在说的，而是随时都可以触摸得到的。这个草原呢，多么的清脆，非常的活力旺盛哦。你看，我觉得他的小伙伴就在他旁边，就在你的旁边，所以那什么东西在隐形的支撑着你，就像这张牌卡说的，在某个隐蔽处，甚至搞不好就不隐蔽，就在你身边，只是你没有去看待，甚至没有去注意到，更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卡牌要讲些什么。哇，这个打战士，开炮了，往前呢，有一种火力全开的感觉，这是最高荣誉上面写的。这我觉得如果配在你们现在所谓的一个你的梦想或者支持着你的东西，其实在你身边的话，我觉得没看到的原因很多，可能你其实在一个比较崇高的地位。所谓的崇高，就是你可能在追求某个很崇高的理想，很崇高的荣誉，所以你忘了看你周边比较微小、比较细微的东西。所以应该是你的打拼过程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向前看，所以你跟不上你的东西，或者在你身边的东西，因为很快嘛，就像这个发射大炮的一个情况下，这个速度很快，你没有办法去抓到旁边的一些感觉是一样的。但这张牌其实我觉得也在说你内心的价值价值感跟成就感，就是你的隐形的支撑。即便是刚才说的那样，但它也就是你的支撑力你向前看的动力，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卓越的追求希望不辜负使命的这种渴望。你内心深处我觉得其实有一股强烈的荣誉感，
这让你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啊，不愿放弃，你也不会去放弃。你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这不仅是对外界的掌声啊，也有对你自己要活出价值的这种信念。这你的隐形的翅膀，你的隐形的支撑啊，我觉得很多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内在的价值感。你不只要的是掌声哦，还有一个所谓的价值的奠定，价值的呈现，要活出那个价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第二张牌显现出，这就是你的动力，找出那个可以让你产生这种荣誉感的事情，变得很重要，你会很想要去达到。第三张轨迹，这只绿色的龙在跟这只小松鼠不知道在灌输什么，反正引诱它吧，拐它。小松鼠会不会上当呢？不知道。绿色的恐龙，我觉得绿色的龙不是恐龙，绿色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比较特殊，长在生物的身上的话，所以这说的就是轨迹啊，奇怪的轨迹。这个绝对不是单纯说负面的，我觉得它是要提醒你啊，提醒你灵活啊、隐晦啊，能看穿表现的能力啊，反而是你的支撑。你懂吗？搞不好你是这一只，你不是这一只，你是那个拐别人的。你这可以看清楚轨迹，也不能这么说。这小松鼠，我觉得其实也可能看得清楚，没有被它拐去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洞察能力啊，就是你的能力啊。你能够察觉他人的话里面或环境中的一些细节啊，避免陷入陷阱。甚至能巧妙的利用环境的漏洞，化险为夷啊！这就是我现在看到，这是很聪明的生存智慧，也是你隐形的防护网。这只龙跟这只松鼠，你到底是哪一只？不管哪一只，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被彼此骗，都在自己的这状态里面，我觉得很好啊。而且你们这种很高的荣誉感底下，我觉得你们也不容许自己去把事情做一个比较肤浅的一个分析或者看待，很多事情你们都会用比较严肃的情绪去做处理哦，这也是很好的，就避免掉一些诡计，或者有些人想要用一些不好的方式来达成目的或者来伤害你们的时候，你们其实都会提早发现，就可以看到。最后一张很棒啦，喜悦，这是一对男女结婚典礼啊，是不是？喜悦，这很开心，对不对？开心的能量，所以啊，最终支撑着你的，其实就是来自一种很纯粹的快乐感。这不是表面的娱乐哦，而是当你专注于一件让你心里真正亮起光亮的事时啊，你自然就会被那种力量推动向前。这种喜悦啊，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的温暖，就像这两个人哦，也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关系的对象。然后去共同创造满足，这一个细小啊，却让你内心闪耀的瞬间，就是支持你的力量，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啊，我觉得迟早啊，你们会得到成功的。你又有可以看清轨迹，然后有一个所谓的好胜，想要得到最高荣誉的这个情绪的话。喜悦感又是你一个驱动力，你对什么东西的驱动？其实这是大部分的人的驱动吧。只是你们可能更会希望的是一种所谓的关系，因为这出现了人物的牌，而且是一对男女哦，感情上的，所以感情上的支持对你来讲，对我们第二组宝宝来说，你们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支撑力是你一个隐形的动力。所以你不是那种可以自己一个人过，然后自己一个人单独做事情，然后就会感到很愉快的人。我觉得你们其实不是，就像这个小朋友去找这个玩躲猫猫的这个游戏是一样。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在寻找那一个你的伙伴，你身边的那个伙伴。你觉得你好像在玩躲猫猫，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可是你好有那种兴奋感去找到他，那种热烈期待，我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或者支持。你做的每件事情，你应该说你对，不管你的事业、你的
生活的一个促进，你都会想要找的是一种更多的是情感上，不一定是浪漫关系啊，有可能是好朋友或者是组织关系、同事之间的那一种最高的和谐、最高的频率啊。我觉得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期望的，这支持着你们去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第二组你们主牌显现出来的一个气质。来看看我们塔罗，我了解一下，这还关于什么？哇，快速欸！刚才不是说吗？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你可能离你很近，有没有？真的很近啊！因为出来那个权杖的8号牌，骑的摩托车，这人就是快速的意思啊。8跟权杖就是快。很快的消息，很快的资讯，很快的事件都会来到你身边。以什么样的情势？我觉得是引好的情势哦。这个宝剑8甚至不用太过于想太多，它突然就来了，有这样可能。所以你现在想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什么样的东西哦，我觉得现在会以比较快速的方法来支持你，是可以值得期待的。总而言之啊，你们不用去太过于去紧张，你找不到。你如果一直觉得你是在躲猫猫，这个东西好像你就是见树不见林，很多事情都掌握不到方向的时候，感觉是，我就不是恐怖啦，或者是害怕，倒不至于这样，是有一种，一种急迫感，一种觉得怎么不赶快来到我身边，赶快出现，赶快成真，比较多你们的情绪是在这里。你们是一个这样子比较急迫想要等待这个结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现在看得到。那能不能呢？继续看，我觉得很快了，因为你个权杖的8号出来的话，保持对事情的一个可能性吧，对吧？离开一个不好的情绪，8个圣杯，快速的去离开你的所谓的不安定或者是担忧的事情，这可能是你过去的失败的经验、失败的情感也好，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不好的感受，都可以去把它现在做一个处理。这个会帮助你快速去找到你真的想要找到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正能量嘛。当你很仔细去看待你身边的东西的时候，去注意你身边的那些小确幸的时候，人生就充满了美好，不是吗？所以这个圣杯的情绪就是说，不要去把这种不好的情绪啊，去提前，或者是说过去的情绪去一直延续，去放在你自己身上，去让自己去更开心的玩这场躲猫猫的游戏，不要带着恐惧，就更多这样，它其实会更快的来到你身边。所以你的一个隐形的力量有这样子的成分存在，你不要去太过的担心担忧，这个不好的情绪在这里就是要解决，有没有？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拿着这个棍棒，权杖啦，不是棍棒。你看，她不怕，她也不怕这些棍棒对她而来，不管是攻击还是挑战，还是一些刺激。你看，她非常的勇敢，她拿出她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个抵抗。抵抗什么？我抵抗，我知道得到我的最高荣誉啊！你最高情绪、最高温暖、最高想要的那个东西，你是去维护，对吧？这是一个勇气之牌啊，很有勇气的去抵抗。这种抵抗是一种边界，就是我有自己的底线，我不让别人去触碰、去踩到。一旦踩到，我绝对会站起来的，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你们本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支持你的这个心理品质之外啊，要做的就是这个，更多的去争取，去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得到你该得到的东西。有没有？金币的王牌就出来啦。金币王牌讲求的是什么？一个新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职场上新的职位，如果你要求职的话，给你一个新的职位，或者是说你想要创立一个新的事业，或者是一个新的工作，合作的工作，跟别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金币有一个开创初始王牌，王牌讲究的就是第一个初始，有潜力，
你有机会去达到这样的稳定，然后这可能跟你的金钱很有关系。你的金钱面，在金钱就实质物质上的一个价值啊，你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它在一个所谓的轨迹底下，我认为啊，因为你可以去看破这样子的一个手脚，或者是说拐骗，严重一点就是拐骗。反正有些计谋在当中的话，一旦你们去发现去解决的话，你们运用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们的第一个金币就会来到你身边，第一桶金。如果你要储蓄的话，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事业高峰的话，这就是关键期啊，是一个初始啊萌芽期。一旦那个金币你到手了，很多事情就会跟着落定，一颗颗金币就会进来。所以前面要去争取，先争取你自己想要去争取的东西，有没有？就像这个大炮一样啊，开出去我就打出去了，我这个动力啊，往前的这种活力啊，就完全在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容许任何的 delay 啊，或者是说延缓。赶快去做，就甚至有赶快去做，赶快去处理，赶快去进行，然后避免掉你不好的，或者担心受怕害怕它失败也好，或者是说害怕关系不好，都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无谓的所谓的提前的犹豫，把它提前放在自己身上去担心，离开它，就像这个女孩一样，在月光中行李打包了就可以走了，随时的。不用去看时间，我还要跟你纠结多久，我还跟这样的情绪被这样的情绪干扰多久，都不需要，你就去抵抗，去弄清楚，加速这样的金币的到来，因为你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在中间，这种所谓看破人家手脚的这种能力的话，所以这个金币的落实就更加容易。再来一张，哇，这边出来的是一个。要不要遮一下？其实还好，对不对？但是好像还是要遮屁屁。这是一个审判牌哦，审判代表什么？这是被公告出来的东西啊，是会被呈现认真在大庭广众、白纸黑字，甚至法律的一个状态下去。公告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果？是一个被轨迹被戳破，然后得到一个最后的平反，甚至平反某些公平正义的东西来到。而这个公平正义的东西来自的是权力的团体、一个组织或者公开的一个机构，例如这样子，甚至法律上的一个判定。它带来的是一个更有强制性、更有强度的一个答案的给予，给你的是更多的保障。我觉得看到的就这样。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在做一个什么事情的争取，尤其如果是法律上，或者是说法条上啊，或者是有一些公平正义象征之类的事情，正在争取，后面会慢慢得到一个答案，会有一个宣判出来。这也代表某些觉醒，这个觉醒是来自也是看破了某些计谋、某些诡计啊，被你戳破之后，那个轨迹就无法再进行了，然后这所谓的东西啊就落定，没有什么叫做模糊的或者搞不清楚的状态会被宣判出来，以一种方式公开性的去表达出来，去给予你一个答案，让你知道真相。对，在这个轨迹后面的真相得到喜悦，对吧？尤其就是喜悦。看底牌吧，女王牌，所以这是很好的牌。女王都代表的孕育啊、滋养啊，还有所谓的一个美好的丰盛。所以最后要孕育什么？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感觉也像抱着他，虽然这个好像是披斗篷，但是为什么这小天使的手上感觉像抱着娃娃，对不对？抱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女王啊，本来也有孕育生命的意思。所以啊，你们的情感如果
在现阶段有一些迷惘，有一些暗淡的时候啊，不用紧张。我觉得未来是可以朝向这样子的一个女王的所谓的更富足、更繁荣，甚至是更丰盛的状态去达到结果的。得到审判之后，女王牌又出来。女王牌如果在这样子的所有的情绪的品质底下当一个底牌的话，这个想要象征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朝这样子的丰盛去发展，而你的所有的一个支持你的这个所谓的隐形的力量，就是这4张你要保持住的理念，然后去推动它，那你最后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美满丰盛的生活，或者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女王牌在这边所要呈现的意义。她看得到的疆土是多么的五彩缤纷，她就非常的安稳的坐在她的宝座上。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荣誉感啊，跟灵活智慧啊，然后并从小小的喜悦中啊，去得到力量的一个组合。所以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的隐形的支撑力啊，不是单一的一个人或外在的力量，而是一种内外结合的系统。你能在日常的小事中找到快乐，然后能聪明啊应对困境，这就是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的一个讯息啦，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一样哦，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留下你们现在的感受，然后让它显化。好了，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Hello， 欢迎第3组的伙伴们，大家好，谢谢大家再次的光临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主题是比较深刻一点的，关于你自己内心深层，你其实有什么东西在默默的支持你，这是你隐藏的支撑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你需要看到它，才会成为你未来行动的力量，甚至你对未来就会产生希望。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你们选到的主牌，这是一只金鱼，蓝鲸吗？这是很大的一个哺乳动物，而且是水上海里最大的。水也代表是一个情绪哦，所以你们是一个包容量很大的一群人，情感的包容量。这边说啊，它有关键字，他说当我们长大了，世界似乎变得更小，但是啊，我们周遭的细节啊却变得更多。对啊，你觉得你自己长大到一个程度了，看待世界好像越来越小了，这个天涯若比邻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啊，你会发现更多的细节藏在里面，这想要表示什么？这张卡揭示了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种特质哦，你看似失去了年少时的无限可能，选择似乎缩小，但你却获得了看见细节的能力。你的隐形支撑力之一啊，就是在这种更敏锐的洞察，你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藏的价值跟机会。这就是现在看到这张主牌金鱼，这个小男生这只狗发现的这只巨想要拖回家，虽然有点大，但是你的梦想就要这么大，因为其实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洞察力，能够发现，你发现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你们隐藏的翅膀，隐藏的支撑力啊。这是一个天大的财富啊！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价值跟机会的话，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能力？我觉得你们可以看到金鱼啊，你们即将发现到这只金鱼，继续保持你的能力的话，不错，对不对？其他主牌一起看，这个一起看，这样先看这一张哦，礼物先看，因为很想猜礼物。这个人递一个礼物给你啊，这是一个很开心的感觉，还金光闪闪的，对不对？2只手奉上，还非常具有诚意呢。所以这个礼物想要说什么？他说啊，你生命中啊，其实不断的出现一些恩赐，
他们可能是外在的帮助，或者是人情的温暖。你看2只手嘛，很有诚意。也可能是在内在的天赋里面啊，你有一些才能，内在的才能，刚才不说到吗？发为细小的能力，这代表天才天赋的意思。所以啊，这些礼物啊，可能不是轰轰烈烈的黄金珠宝啊，而是默默的在支持供应着你的东西。当你察觉啊，并善用这些礼物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会成为推动你的一个行动力。这是别人给你的恩赐，然后还有你自己的一个天才跟创造力，这就是礼物。哇，我觉得你们的牌很不错耶，好正向哦。因为后来接下来就是成长了，这是植物茁壮的意思啊。这代表是说啊，我觉得你在支持，这个支持给你呢，不在于说啊，你一定会无忧无虑、毫无困难，可以避免困难。应该是说，在你每一次的经验中啊，你都可以提炼出成长。你一次一次的被磨练，反而让你更强大，更清楚自己是谁。成长的痕迹啊，就是你最稳固的底层支撑力。支撑力像根一样生长在土里，各式各样的植物。我想要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某些才能，或某些你身边细微的东西，你发现的具有潜力的东西，他们正在成长，你们就有这样子的让它成长的能力。而且你要相信，这样的成长会越来越茁壮。而且这些东西一旦你相信了之后，你就会朝你的目标会，应该说你会更有活力、更有冲劲的朝向你的目标。这就是你的底气啊、底蕴啊。我觉得很不错哎。可是我觉得啊，这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两个一起也代表着说，你们身边的这一种才能啊，已经在茁壮到你自己可能都很意外的状态。大家可以理解吧？一个是金鱼很大，然后金鱼的这种所谓的特殊的一个价值，一些世界上或人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你们发现到了。然后会成为礼物来到你身边，而且还会继续的成长，就不止这么大，还会更大。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你们有一个潜在的这样子的支撑力在支撑你们。所以首先要找到什么？找到你的洞察力，你有这个天才跟天赋，这是老天赐给你的礼物。所以我觉得礼物就像这上面说的，它不一定是说实质上的什么金银珠宝、财宝、钱财，更多的是别人夺不走的某些才能。甚至某些人他会因为你的才能，然后贡献出，我想要投资你，我就看到这样的力量哦，投资你，对不对？成长啊，有没有让你的公司成长，或让你的能力成长？非常有诚意的奉献，所以这个支撑是非常的好的啊。再来，这支撑来了一个男人，这男人非常的有号召力啊。这可能象征的是一个具体的男性，就像这男性的形象，是一个父亲啊、导师啊、伴侣、朋友都有可能。阳性的能量在这里，非常强而有力，非常有主导权、领导力，甚至有行动力。因为后面有一只马，他也带了一只马来，还有一朵花。我真的觉得在感情上也有一个这样子的男人啊，带着心意而来哦，希望你们之间成长。所以你们现在有个隐形的力量在支撑呢，跟这个阳性能量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个某些时刻啊，成为你的无形的支撑啊，应该说这样子的一个阳性能量。我觉得它也可能带领着你走向这个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就是个男人的形象的话，这个阳性能量就是你自己，你有这样的一个天赋跟潜能。那如果不是的话，我是个女生啊，怎么跟男人呢？如果你身边又没一个男性阳性的能量，这可能你有这样的品质，即便你是个女生阴性的能量，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导力跟才能，对不对？去控制你自己行走的方向，你带的这只匹马一定可以用上了，你还有热情呢。所以这代表是你的内心的某一种隐藏的力量支撑力，你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刚毅啊，跟男性阳性能量一样，所以不能小看你啊。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主牌感觉非常好啊。这代表某些责任感，
对不对？守护，你看这带着钢盔，也代表一个守护的概念，勇敢的守护。所以无论是你外在的还是内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品质的人事物存在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在在默默支撑着你的力量，去拿到它，提取，成为你自己为你服务的东西。好，来看我们这个细节，你们的细节是关于什么？这来了2张，那就这2张。这2张是什么？是金币的7号牌跟一个权杖的女王。我觉得啊，这个金币的7号象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培育。你看这个女人是在种植哦，种花嘛，她的这个农作物是不是长了很多金币出来？她养殖了的东西啊，她在等待成果。等待的过程是为了等待慢慢的越来越茁壮，我刚才说越来越大成长的同时啊，也要进行所谓的调整。你看他似乎在想，我这个有金币，这边有5颗，这边长了2颗，我怎么让大家都长得更多更饱满？这就是你们现在在你们的隐形的能力底下，你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调整？调整一些营养素啊，还是多让它照点太阳啊，还是拔除一些杂草啊？这就是你可以做的，让你的成果更丰盛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女人她不只是浇水，她是更有技巧、更聪明的去让我的这只金鱼，对，我看到的这个金鱼更大变大。所以你们如果有这种才能、这种天才，一定要去放大它，投资它。认真的投资，这可以是一个实质上的一个事业，或者是说关系，任何关系的一个培育。培育的过程还不忘要修正，然后去提取更好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牌想要提醒的。第1张牌我觉得非常好，金币都有一个所谓的你可能等待一段时间，我养育嘛，我种植啊。这个过程啊，我已经付出了一些心力了，一些时间了。我现在就在等待成果。在等待成果的一个同时，我又不忘去修正，这就是金币7号现在看到。再来，权杖女王，哇，这更赞了。权杖女王是一个魅力主导者、行动力的代表，她的魅力更多还来自号召力，她有那种独断的一个能力，让别人去跟随她。所以这边出现的一个礼物啊，我觉得更多的真的不排除，真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能力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吸引别人去参与、去支持，甚至去帮助你的能力，因为你就是有这样子的魅力，人家就好想跟随你，很想在你身边也一起共同努力。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公司或组织里面的一个小领导，或者是一个职位比较高的人，是一个小主管，例如这样，你都有可能带领的你某一个小团体或者你的公司去做成长，看到没有？而且这些成长啊，就是你未来的礼物，它会成长的超过你想象。而超过你想象的原因就在于你拥有洞察力。这只黑猫在这里也在说明的，你在行动的当下，你在产生活力、产生积极度的同时啊，你又不忘去做一个所谓的检讨，刚才说的去分析，然后去看见细微，去洞察那些你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蓝海啊，就会成为你的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蓝海里面的这只金鱼游到你身边，所以你要带着这个猫的洞察力啊，我觉得猫在你身边一定会给你一些看法跟想法，它会带领去看到你所谓的这个礼物，不管是别人的支持，还是你的天赋、你的才能，甚至某些人资金上的资助，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可能达到成长。对，这男人也代表这2个有一种互补性，对不对？阴阳都是一个很强力、很有能力的一个状态底下，那成长是指日可待啦，对不对？非常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再来看我们后面还有什么牌？这张，哇，金币的6号牌，给予啊。
这个所谓的阳性能量啊，有可能就是那个供应者，给你礼物的人。金钱，我刚才不是说有人会金钱资助你吗？帮助你们成长，这是一个实质的支持，他不太要求回报的。当然你要回报给他，就等到你能力有了之后再回报。这个人不是小气的人啊，不会跟你催说啊，你现在就要赶快还给我。不是，他的支持是更有的是一个长远的方向。他希望看到是一种成长，所以他给你的所有的支持、支撑力都在于他看得到你的成长，然后他就会给你。所以啊，你们一旦得到这样子的礼物的时候啊，记得去充实自己，然后去回馈给别人。这个也代表的是一种所谓的能力啊，或者是说金钱上的一种流转，就是有一种阶级。不同阶级的给予，可能比较多的人给比较少，那少的人一旦又富足起来了，那再去循环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金币的6号牌就有这样子和谐的给予的感觉，是一种轮转，非常符合所谓的我觉得是一个和谐的定义，6号和谐的定义，而且又在这个礼物底下，所以一旦你们得到什么，一定要记得也要去相同的付出，做回馈，做公益。做公益，这个就是一个你们最好的隐形的支撑，那是一种善的念力啊，让自己去帮助别人。你不知道哪一天那些人也会来帮助你，就是这样的意思。非常好，再来。哇，权杖的8号牌，第二组也出现权杖8，有被第二组吸引的话，也可以去瞧一瞧。这个你们出现的金币啊，跟一个权力啊、行动的牌之后，再来一个。权杖的8号，你们的是历程啊，这所谓的个支撑的历程是非常强而有力，又快速。这个人骑摩托车啊，然后8支宝剑就在他的头上这样飞下来，不是要打他，是要让事情落实。这是一个行动力的落实，是一个整体的成果的展现。所以你最先的那一种所谓的。培育啊、养育啊、培植的这个等待的时候啊，即将要拿到成果了，看到没有？成长跟礼物会很快速的来到，8支权杖就在这里产生了，所以你们必须要保持你们原来优良的这个所谓的内在的品质啊，你的隐形的支撑力就会让你去达到这个，但是你必须要正向的去活化它，对不对？就像刚才说的，给予的。拿到了之后也要给予别人，然后去发挥你的主导权，甚至你的一个对事情啊、对工作啊、对关系的一个活力的展现。女王在这边，我觉得她就是有很高的一个所谓的魅力品质、魅力点，会让这个事情非常流顺的去发展。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一开始就要相信，你就是这个不是这只，你就这个女王坐在宝座前面，非常的从容，管理你的疆土，管理你的资金，管理你的感情，管理你任何想要管理的东西，把它按部就班的处理好，去行动。这就是这个女王最后你看快速的行动的原因。然后宝剑的8号，2个8号同时在这里，我觉得。你们的隐形的能力在这边的支撑啊，你要记得的是说，不要捆绑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你自己限制自己的一个原因。你不能让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啊，或者是说负面，或者是说比较不正向的一个想法去围绕你。这个宝剑我们一直都说的是思虑啊，人的思想的品质你是可以自己拿捏的，你不可以让所有的思想同时进入到你的头脑里面。你要记得划分筛选什么样的能量是适合你的，是来帮助你的。尤其是在这个成长跟这个男人底下出现这个宝剑的8号牌，你甚至会怀疑这样子的一个阳性能量，这个所谓的父系比较可能年纪大一点人，可能都是他的出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情对象、浪漫的关系的人，他是不是真实的对待自己？当你有这样子的疑惑，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东西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成长的这个同时的时候，去检讨你为什么会担心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你担心它是不是真实的，那就去
研究它的真实性。你为什么会怀疑？你为什么被困住？你担心的原因是什么？担心会不会成长，会不会有成果嘛？对嘛？就在这里。但是你要落定它，也就是要踏出那第一步，踏出去，要从这一群箭里面释放出自己，走出来。一般箭都是围绕这个箭，很好笑，排在2堆啊，好像有路让它走的感觉，而且下面有水耶。情绪的流动很重要，你怎么让你情绪之流啊朝向正向的，你就跟着你的情绪走，绝对没有错，而不是跟着理智走。这样讲有点奇怪的。我所谓的理智是过度的判断跟分析，你过度的去找求那一种所谓的条件或者是资源，甚至是说资料的一个所谓的逻辑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忘记你心里原来你想要的东西，就被困住。它的脚底下是水，大家可以看得到是水。再给大家 highlight 一下水啊，流动，情绪的流动很重要。那就开出一条路了。这个宝剑是排在两边站的，阻挡不了你的。所以那个思虑啊，那种干扰啊，不会成为阻碍你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去记住这一点。成长才出来。底牌是什么？圣杯的骑士。真的啊，如果在感情上有一个这样子的男人啊，会朝你递圣杯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个骑士是骑着白马的，起码不是腹黑的，不是黑暗系的，很好啊，骑着白马。但是一旦呢，你要看哦，这个人如果不从这样的剑里面走出来，这个白马是跟他背道而驰的，所以你要让白马朝你来，你这个剑最后这一段一定要拔掉。从你身边，从你的周围剔除掉，然后甚至你自己是捆绑自己的这个绳索，也要把它松开，眼睛张开，不要再蒙住了，去看到这个属于你的情绪的价值的丰富的给予，这可能是来自一个男人阳性能量这边说的，所以这就是你们整体的一个支撑着你的力量的这个底蕴圣杯，记住一定要让它朝向你而来。你现在有点背道而驰，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从图像的一个轨迹来看，这个图是往另外一边走。你不要把它推开，你要让它走向你，让它投资你，让你们之间成长。任何关系都一样，合作的关系也是相同的。你们是可以达到这种快速落地、快速得到有没有礼物的一个成果了。那你要不要去推动它而已 ？OK， 这就是我们第3组的能量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哦，给我按赞，如果你喜欢，订阅，开启小铃铛，同时留言就是要显化你的能量，写下来，让它的运作更加的活络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解读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哦，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